看看这个 Seventeen 的演出视频吧。안녕하세요, 세븐틴입니다. Ayo, ayo, Seventeen. 어허, you know what? 네 앞에만 서면 심장이 뛰어서. 我发现韩国男团他们调门都老高了，老厉害了，往上就是哎呀，他们还是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对，而且他们好像本身嗓音就比较适合啊，他们就挑这种的呗。好，我感觉跟语言有关系。哦，他们有的位置是，而且你听他们很少有那种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少年音啊，但声音都是那种，就还是有一点厚度的，有的时候。但你看他们，我就在他们的歌里面，就老能有这种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的。那好像团的歌都会高一些。对。应该是有一些他们的就是科学的一些什么东西系统训练呗，或者就是男团的 key 要定到什么样啊，老高了感觉，就能达到一些某种情绪吧。这小伙挺帅，你看不都很帅？他是混血吗？啊，我不知道，很帅哦。而且他们个儿都差不多高了。我感觉选的时候就肯定得选那个班的班的吧。这小伙也挺帅，每一位都很帅啊！是，每一位都很帅。不同风格的，你想他们的衣服应该也是就是要互相搭配的，对，统一是吧？但是你看这种还不像是像舞台上是做的。对，感觉他们很气哦哈，就是。你们上好六的衣服都是做的，是不是？不是，就是会给你一个要求，你要穿什么，完你自己带。对，自己带。原来我是让台里弄，然后台里老弄不合身，我老穿不进去。然后因为我就你让台里弄，我就得到那儿试，到那儿试就来不及换了。所以我现在就不让台里弄了。以前是做的吧？也不是，都是科尔带的。然后但我跟迪哥是台里做的，是台里弄的。但台里也是找服装师，也是找外边借的，就是也不是现做的衣服。对，不是现做的。那大家搭配呢？有老搭不上，反正对。但他会要求你说你要什么颜色呀、什么质地呀、什么的风格。这以前大本营的时候好像是大本营好像是统一的。这是咬的吧？不是吧？不是我咬的啊，我反正没咬。纯看徐明浩吧，咱纯看徐明浩直拍，好不好？因为我看过他直拍，有跳舞的，老好看了，跳的老厉害了，他跳舞，完还对镜头，还哎呦那样式儿的，得帅。我是很好奇，他们咋知道哪个镜头正在拍他？对，我也很好奇。看亮灯吗？那老多镜头了，而且那舞台多亮啊，离多远，我不知道他们咋找着的。一会儿问问他们，他们就能就是精准的找到，然后跟镜头。但是也得导播也得切得准，而且好像很多导播是很熟悉他们的舞蹈的，就这时候拍谁，那时候拍谁。我看有一回，有在短视频、抖音还是哪，就有一个导播间的那个他们自己发的，然后就好像也是当时是火箭少女还是谁，完了就告诉拍谁拍谁，就相当于他们也得熟悉这个舞。对。对，跟那个秀导啊，对，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台上有斯坦，我能理解，这台上也没有，他们咋找啊？而且点卡贼准，精准互动，要不人专业。对呀，专业干这个的，就是我估计都得有训练吧。我感觉老难了，你说他那13个人，完搁台上你还得找自己在哪个位置，而且台还有的大有的小。对呀，我觉得老难了，这个，你还得就精准卡到那个点，完走到那儿，完了嘎嘎的跳，太厉害了他们。这挺累。那老累了，我感觉他们平时体力呀，真就是，可能得猛训练，要指定跟不上。怪不得我最开始我经纪人，我第一回开演唱会的时候，因为我这个经纪人以前是带团的啊。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开演唱会了，你的体能稍微要训练一下。对，不用啊。对，不唱歌吗？
我说训练啥呀？对呀，有啥可他们训练？那种肯定得训练体能，一首歌完了得喘半天呀，搁咱，人就下一首了。但我感觉就纯唱也累呀，你也得训练，纯唱不累是吗？纯唱累，但这不也得往上？但不是，那这个你没法训练呢。那倒是。你说跑2里地，我唱歌就不累了吗？那一般唱2、3个小时都能唱。那我有时上 KTV 唱2点我都缺氧。是，对吧？你也得练吧。因为我们一般录歌一录就录2、3个小时。对呀，不也缺氧吗？那还行，反正我们歌不难。那这种跑跑跳跳的肯定是。对，这种不行。你说他们得记住这老些。对呀。那您得天天练，人家。然后形成肌肉记忆了，我估计都得。还有表情呢，你对呀，那表情管理我觉得是最难，我觉得跳舞最难就是表情管理。我有时候就让我跳2下，我愁眉苦脸的跳，因为我还要记动作，我脑子人一思考容易皱眉。我说，人家你瞅人家。因为吧，你跳舞你一直往前看也不好看，对，你就得假装有的随着你的眼神了，还得老动。我觉得老难了，而且就是你看你跳舞，你对着镜子跳是一码事儿，完你对着观众跳还另一码事儿。练习特别长时间。但他应该他是从小就练嘛。我记得我当时看他那小时候那采访，12岁已经当了6年的那个什么舞团的团长了，还有一个什么。那从6岁开始当团长啊？不是这个团，就是他小时候有一个什么舞团，就是少儿舞团。对，完说平均年龄9岁左右，他12岁。他小时候是在东北吗？还是在北京？那我不知道，我是看那个好像是《天天向上》还是啥的，他上那节目，完去的。那当时上那节目的时候，他的东北口音还是比较东北的呢，而且是非常典型的鞍山口音。鞍山啥口音？刘维啊，刘维就是那种啥口音啊？咱老师就是他，就是咱班老师教咱跳舞，老师就教咱跳舞。是你们辽宁对辽宁气氛，而且鞍山人说话全那个声，我可喜欢听鞍山人说话了。刘伟，我只认识一个刘伟，张小斐、雷佳音、马龙，他应该跟咱们差不多大的，97的。97是多大呀？27。快来吧，徐老师，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他呀？小徐，不叫徐哥吗？徐哥好，我不知道冒犯不？我管人叫哥。对呀，我怕嘛，我怕冒犯。叫哥没事吧？谨慎点嘛，就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人家这边有什么规矩，能叫不？叮咚，来了，我有点紧张。叮咚。嗨 ，Hello， 哇！你这再我给拿来，这老些东西啊，都是。我给你拿着。都是给你们带。谢谢。在这拖行了。拖，我给你拿着。你能穿这种的吗？你这太大型了吧？你干啥呀？哎呀，第一次见面了。哎呀，我看看，我是有点饿。热琴啊，我看看，这能行吗？了吧？没事，这你留给更需要的。对，留给更需要的人吧。没有，第一次见面。哎呀，你好，我叫徐明浩。李雪琴。你好，我是王不一。哎，我知道你们俩。那个，你这个有点给我整的有点。这不行，我们啥也没准备，你拿回去一瓶。真的不没事。哎呀，感谢。哎呀，我的妈呀，这个。然后我还带了这个东北盒饭。你从东北带来的？我还能在东北带过来。这个你从咋？哎呀，带。哎呀，大米饭。咱啥时候能开始吃这个？你们什么时候想吃随时吃。你中午吃饭没？中午有吃。那等一会儿再吃吧。也可以。你真的？我想点一个排骨炖豆角，咱们能不能？我点一个，没有，我刚观察了。完了，我再点个排骨炖豆角，等它一到。咱们就开吃，行吧？然后还带了一个甜杆儿。哎呀，你从老家整的啊？没有，脱真是哎。它甜杆其实是高粱杆。高粱杆对吧？我来一管。你收起来。天啊，这个我真的有差不多10多年没有吃了。哎呦，我也老长时间没吃了。哇，这个
小的时候吃这个还拉手。对。天啊，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你别说，这挺甜呐。嚼上了。开嚼了。我都不太会吃了，现在已经咋吃？就挖开吃呗。皮儿能吃吗？皮儿不能吃，皮儿不能吃。其实你得把这里头的吃了。我们小的时候都把这里头的都嗦了喽。天哪，真的好久没有吃。你多长时间没回东北了？东北的话，2年多，3年，2、3年。哎，可以啊，我还是甜杆还是顺溜杆？还要顺溜杆？这他都挑的好的地方拿过来的。我都有点忘了这个回忆，这个记忆已经。我就小时候吃过几回。小时候家地老重，真挺甜。我想想，你是家里面人还在东北？家乡是海城，海城。你家是海城的啊？你这样，我去过海城。我刚刚特别好朋友是海城的，父母还在那边。那他们会去？那你不回家，他们看你去啊？回国活动的时候偶尔会让他们过来，然后比如说我在海外生活嘛，过年过节的时候会让他们去那边，因为我来回飞的话太费时间。那你们那边过年啥的也没有会单独给你们一个什么休息或者啥的？没有行程就是休息，但一般的话，像现在的话能有个2天的假，过年。但有的时候有行程的话也是没有假期，那还挺好呢。还行吧，应该捞不着啥休息。我们的话没有固定的时间休息。你比如说你现在一年大概能休多长时间？一年的话，我今年只有1月份过年的时候休息了2个星期，然后那时候父母在海南。海南，也在海南，也在海南。然后我就飞过去。现在是不是也到海南了？现在没有，现在没有。过年的时候估计应该会去吧。一样的习俗，一样的习惯。因为我爸妈反正已经到海南了，现在已经去了吗？已经开始了。现在还好，不是很冷。鞍山不冷吗？我啥也没回去呢。你平时在国外的时间多，就是在国内时间不多。对，国内的话都要抽空回来，因为团体几乎每天都有工作，然后在团体不工作的时候，就会抽空回国内，然后做一些行程。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你呢？叫我名号，叫我小八都可以。我们这边行，就叫名号得了。因为我们这边吧，来了都叫哥。我得叫你们哥姐。对，但我就怕你就是这个对你来说稍微有点那个，因为我们稍微有点冒犯，我怕冒犯到你，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谁来都叫哥。对，那叫浩哥。行，太好了，浩哥，别，方便不？你看行不？你要是行的话，我们不介意的话，我觉得浩哥不错，就叫名号吧。2龙湖。对。那咱上那边坐会儿呗，我把那个排骨炖豆角点上，给你倒点水喝啊。落座吧。坐哪里？随便坐吗？坐地上坐沙发都行。哎呦，坐呀你。你这次回来待多长时间？我昨天刚从美国飞到韩国，然后凌晨从韩国飞到了北京，然后结束之后就要飞回去。这种凌晨要飞回去，这种就是常态吗？就常常要这样？对，习惯了。多少年了已经？多少年了？因为我去海外现在已经是第10个年头了，但是像这种来回飞的话，差不多是从去年开始，就偶尔经常会争取一些机会回到国内去做一些节目。你是那种能一直飞来飞去的人吗？你是体力上，包括心态上？心态，其实身体上是有一些吃不消，但是心理上我会觉得我需要回来，因为那倒是对，因为有很多粉丝因为看不见我嘛，然后尽量去多找一些机会回国跟他们见面。那你是17岁过去的？16，
16岁，13年圣诞节的时候去的。对，是你自己想去的吗？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机会，就是对，完全机缘巧合。因为我之前在北京那个献音上学，上了3个月，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是有一个人在外面一直看我上课，然后下课了之后，就突然叫住我说你要拍个视频。那当时你已经肯定是小有名气了吧？没有，那个时候我就纯一个 B boy， 跳 breaking。我看过你那个天向上是吧？对，很小时候去。那个时候不就跳舞一直跳吗？但他就是一个舞者嘛，就是你小时候是在鞍山学的跳舞吗？对，就在海城，而且我的舞蹈老师是我的武术教练。他能舞的。对，他武术教完了之后，然后开始喜欢跳舞，然后就带着我跳。那你现在还会武术吗？武术的话，童子功，像什么劈叉呀是不行了，基因有点不太好，但是空翻的话还会，但不常做了。还能空翻呢？现在？因为小的时候翻太多了，现在就也不翻了。那什么棍法呀，什么拳法那种，刀枪棍剑全都练过呀，太极拳也练过。哇，还练太极？但太极真能就是那个画吗？就是你说打架吗？跟人家画劲儿啥的。我学武术从来没有要跟别人打架，我就强烈健体嘛。互相训练吗？就比如说那跆拳道啥的不也是就是那学武术一般都是被揍，被教练揍哦，不会去打别人。没有同师兄弟之间那种切磋啥的，一代宗师。那直接扔凳子的话，应该比武术更厉害一点。那就是是嗨，你学了武术也是走这个呗，也是走这个路线。冷兵器了。跳舞完了你就去那10年。现在在国外正好10年了。那真正出道是哪年？15年5月。那相当于8年了。对呀。是8年？没有啊，9年了。9年，快10年了嘛。什么到那边我不知道，因为我俩不太了解。到那边是就经历什么才能够就是出道呢？经历什么才能出道？大头鲨一样的吗？那种。我觉得首先每个公司每个环境是不一样的，然后拿我自身来讲的话，就是熬出来了。我得每天就比拼呢，训练完了互相对，因为我是属于在我们团体里最后进去的，然后我前面当时还有4、5个人、5、6个人也在我前面，然后他们就陆陆续续都出去了，就是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一直坚持下去了。就跟着团体一起出道。他每天练习的强度非常大吗？每天的话，我记着是下午1点开始，然后几乎每天都练到早上4点、3、4点，偶尔可能要练到6、7点。跳舞就是每天他会给你任务，你这个任务可能是唱歌，可能是跳舞，会让你扒一段舞，然后呢自己扒，不是对自己扒，然后这个标准呢就是那个老师的标准，老师觉得 OK 你就可以回去，老师觉得不 OK 你要他就会一直在那看着你练，但中间也会有一些休息吃饭，然后各种课，然后就是会有那种淘汰机制吗？会有考核什么的。会有，像我们出道之前的话也有一个淘汰的一个机制，然后有的人就没有出来。哇，那大概得多少个人都淘汰了？这能问吗？我不知道能不能问这种。很多，在我前面我看见的其实只有6、7个，但像我们成员最多的已经可能练习4、5年，他们可能见过更多淘汰的。不是，它是一个封闭式的那种，还是说你是可以出去的？半封闭吧，因为你在你完成任务之前。你就是封闭的，你完成任务了就可以有。那你也是可以接触到外边的那些，但是没有办法接触呀。你那时候语言也不通，然后也没有经济可以让我去做一些事情。那语言后来是自己就会了，还是他有人教你们？我的话，我觉得我是自学的，因为当时有一个韩国的经纪人，他会一点点中文，但说的不是很流利。他用说的不是很流利的中文来教我韩文，他说的中文也有点听不懂，然后韩文我也听不懂，所以就导致上那个课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帮助。然后之后跟成员们经常聊天呀，然后慢慢就会了。
还挺厉害，语言环境。但真的1年的时间都沟通不了。因为连比划再猜的呗。对，然后就是待到了1年，因为我们有中国成员嘛，有那个文俊辉有个中国成员，一直跟他说中文。文俊辉他的韩语是他学过，他上过那个，但是他学的也很刻苦，因为需要练习完之后早上7、8点，然后去那个语言那个学院去学，就是几乎就没有教授。那还行，那好歹你俩还有个有个伴儿，对吧？当时。对，相依为命嘛。哎呀，当时的话，那你俩不就是也接触不到外边的，就中国人也你哪怕也接触不到。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后来的话，慢慢出道的一些朋友也变多了，然后韩语变好的话，其实就是在当地也会有很多朋友。现在的话，其实已经非常的方便，然后。但我其实我已经对练习生那个时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回忆跟记忆了。咋的呢？就是我觉得我会把痛苦去想不起来，对，我会自己去把它给模糊掉。对，一想起来都是好事儿，是吧？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让我成长的一个契机，我不会把它一直放在我的心里，然后去回想我当时多痛苦啊，怎么样，所以我根本记不起来我练习生时期有多痛苦。那还是优秀。我感觉这个跟你考北大是一样的，就是你对，我想不起来我当时有多痛苦了，我就是说当时过老好了。但我也会有这种，就是我会下意识的把那个糟糕的记忆清除一下。我觉得你看《头脑特工队》没？你看过那电影没？就是那动画片，就是你的脑海里什么记忆球啥的。怎么能清除啊？我不知道，我觉得是大脑的一个自我保护功能，就是你的特别痛苦的，它会倾向于把它清除掉，不留在长期的储存的记忆里。我觉得可能跟人的这个成长的背景应该有。我的话，我真的也不想记住，然后他也记不住。所以比如说我想要记录一些情感的话，我当下有情感，我必须得立刻的把它变成舞蹈、歌词或者是音乐，我会或者是画，我要立刻的把它去在短时间内把它记录住，我才可以记住那段记忆。对，一把就忘了。你不会吗？你会在你的脑海中储存很长时间吗？没有啥痛苦的记忆。你看，你肯定也有，但是你都给清除掉了，因为它很多都是缓存。那哥没有啥痛苦的回忆？哥没有。有。哥平时挺痛苦，完了，一想到一说聊具体的也想不起来了。是吧？我觉得是时间长了，就他自己是不，但我没有办法是那种，就是明明这个事儿就在发生，我可以通过睡觉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让这事儿过去，这个我是没有。这个我也不行，我必须得等时间很长很长之后。对，我根本不会把它立刻就是我不想它，我不想我就不想，我会一直想。会，对，然后自己去找到本质，然后把它去消除，我才 OK 才能过一个坎。你会内耗吗？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内耗的人，但是我会去寻找为什么让我内耗的这个原因，找到之后我就会，你是个很理性的人吗？我觉得我是逻辑分析型，既感性又理性，我觉得双者都并存的。那你当时那么小气，然后你爸妈是支持的吗？我爸是反对的，我妈是支持的。那为啥反对啊？就是觉得，就普通家庭的出身，怎么可能当明星的机会落在你的身上？那你从小就优秀啊，长得又帅，然后跳舞又好，他没有想过这个吗？就我妈因为想过这个事儿，所以她是支持的。我爸他没想过这个事儿。一般男的可能了解的也少，而且他们最怕就是我被骗到国外，然后上国外了。对啊，因为也有很多不好的新闻嘛，所以万一被骗到国外，这也不好办。那他会允许那时候家长陪同吗？可以允许，但是我的家里条件不允许，所以我就自己坐飞机去的。去送也没去，送到机场了，然后飞机我是自己没去看一下你那边生活环境。对，我想一想，现在就是很勇敢。是的，就是你说他很不可思议。对呀，小孩自己就上韩国了，而且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呀，我爸妈也没有出过国。你说又担心被骗，其实机场就一大关，对呀，这还得又进海关又啥的，所以我没有记忆，我都不知道我是如何。就是觉得真的是命运。如果回想起来的话，因为如果说按照现在的想法，突然有一天有个人说拍个视频，然后你那个面试成功了，然后呢你这边去当练习生，
你现在得寻思寻思啊！你说这个骗子吧？你骗我吧？对呀，对呀。那时候靠小的时候一股子莽劲儿，就觉得就是特别想去。我就觉得都那个时候还不太了解那个文化，但就去了。你看人有的时候啊，还是不能顾虑太多。有时候是命运推你往那儿走。但是其实让我去的一个点就是那边公吃公住。就是可以分担家里的一些，但是他不给工资，他没有工资。然后就是有想到一个点，就是如果说我一直当舞者的话，我将来会变成什么样？那可能就是当一个舞蹈老师，然后教学生。对，而且我觉得就算不出道的话，也在国外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话，对我来说应该也是有帮助的。反正都是要跳舞嘛，你在中国跳也是跳，在海外跳也是跳。他又公吃公住，然后又教我跳舞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吃住条件好吗？开始的话肯定会有一些不习惯嘛。刚离开东北菜的话，肯定是不喜欢。你自己那边是，那你能自己做吗？那边哪有时间？它也是一个，这一天下午哦，对。但后期就好了，会找到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吧？还是他每天都是固定的？哦，他不会固定，都会。之前的话会有那种阿姨来做，一天做一顿，然后剩下那一顿，对，吃3顿呢。那2顿，所以每天都要去那个便利店去买东西吃。现在想一想挺苦的那时候。是呢，我听你说都挺苦，但是就过去了，就感觉没啥，而且那个时候也感觉就很正常的事情，大家都在这个环境下，对。你说我都忘了，我要把我的排骨炖豆角给点上。这是谁的家？就为这个节目租的啊，全都是布置的。对，对啊。你最爱吃东北菜是啥？我比较爱吃酸菜汤，然后我比较爱吃那个鸡架，但好像只有东北那个能做出那种鸡架的味道。咋的呢？你爱吃哪样的？咋做的？那种酱鸡架。熏的呗？不是熏的，炒的。炒鸡架。炒鸡架。炒鸡架好像这边真没有，对吧？因为之前也在这边想要点，也没有点到。炒的那种鸡架好像就东北吃，咱这不叫铁板鸡架，还不是，就是纯炒，就是酱炒，然后放点香菜啊，然后就特别好吃，跟米饭一起吃。那就挺咸吧？你的不是，但怪呀，你的点还好，不少放点咸盐就可以了。你现在东北味儿也没有啥了哈。其实再跟你们聊一会儿，马上就要出来了，或者再熟悉一点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说出来的。给你点个酸菜吧，来个酸菜吧，能吃不？你不是我怕不让吃啥的，我得多吃，我怕你控制啊。我说我不控制，酸菜一人不吃酸菜。对呀，我不控制。那我给你点酸菜，我得增肥。高级，为啥呀？因为太瘦了。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一作息不好，我消化就不好。但是现在就是经常来回飞嘛。我感觉你像你们天天就根本胖不了，又跳舞，那运动量那么大，也胖不到哪儿去。对啊，我的话必须得健身才可以增肌肉，要不然的话根本胖不了。哎呦，我太羡慕了。我再问你一下，你是吃带血肠的还是不带血肠的？带血肠，你们呢？吃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我的妈呀，太好了！排骨炖豆角，酸菜啊，俺家可以，俺家是挺可以。锅包肉吃不？你们吃就随便都可以，还有那么多菜呢。是，主要还有那些菜呢。算了，不要锅包肉了，那锅包肉啊，一那个啥就不好吃了。这搁哪整？这盒饭瞅真不错。听说你一直想吃，我太想吃盒饭。我跟你说，就那个铝盒饭，对我吃着了，偶尔会就是看见那种视频的时候，就是老香了。小时候就是吃那个。我这把在哈尔滨，我吃着那家盒饭了。好吃吗？老香了。小时候真就5块钱，对，那铝盒的，老香了。现在都没有了。现在5块钱，现在也5块钱2个素的吧？对吧？素菜5块钱。哈尔滨啥都好吃，我感觉。它除了没有哈尔滨鸡架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它别的我觉得啥，我觉得还是黑龙江行，比较幸福。哎呀，还行，还是黑龙江的这个东北菜正常，我觉得太好吃了。我一点那个东北菜我就他家那个土豆茄子好吃。行，来土豆茄子，来土豆茄子。那你们现在平时姐在演戏和
对，哥在演出，哥在演出。你们平时演出的舞台很多，是不是？对啊，但是你一出一个歌就得跑一圈是这样，是出个专辑的话要打歌嘛，打歌的话就是1个星期到2个星期的时间，每天都打。差不多2天1次吧，就去一个节目。对，去一个节目，然后会有附加的一些各种的东西，拍摄呀一些东西。然后现在我们正在就是巡演，世界巡演中，刚从美国巡完10场回来，都刚巡完10场。来到我们这儿了，10场，那其实对体力要求非常大。我俩刚才看10周还是几周？3周的时间演了10场，一共是5个城市，1个城市演2场。还有个问题，就说你在这个舞台上找镜头，因为我俩刚才看你那个视频，那不是有很多机位吗？是的。你怎么知道哪个要看哪个呢？因为它会亮那个红灯，但是很远吗？不。这个是要训练吗？这个他也得配合你啊。没有他们不会配合我们，不配合你。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第1次彩排，他们就是会正常拍嘛，然后我们会去看回放，看回放的时候，我们就会记住啊，这个时候我看错了，我应该看左边，因为他每回会一样吗？他们每回会一样，就正常的电视台每次是一样的，就是会用固定的机位去拍你，就每一场是一样的，因为每一个摄影老师他们也会去标记他们自己要拍的地方。对，所以就是当下你去记住就可以。但现在的话，我不会去刻意的去看，但一般情况下，这个就是条件反射，只要亮就会看。但现在的话，就觉得想要在表演上稍微做一些突破的话，可能偶尔会要做得更自由一些。对，所以在亮灯的时候，就不会为了去它，那就已经是另外一个高度了，对，另外一个层次了。能找不着到能找着，现在就已经不找了。或者说有的时候一定要找的话，比如说有一些特写，那一定尽量的去找，自己也会去做一些判断和设计吧。就是你会，比如说你们也没有说要求你看到镜头的时候，然后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表情什么的。真练习的时候教这些吗？我们练习生的时候有教过，就比如说在前面，在那个镜子上贴了1、2、3、4、5个那个红灯，然后老师就在旁边放歌嘛，放歌的时候他就会摁那个灯，摁蓝牙，然后1，然后2，然后你就得看它，然后但其实没有太大作用，因为你到现场的话完全不一样，距离也不一样，然后他摁的方式也不一样，就是虽然有做过那样的训练，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经验吧。那会练眼神啥的吗？练眼神的话，就是比如说一首歌，就是坐在镜子前面，然后放，然后唱，然后你自己看自己表情哪里好看，哪个地方怎么样。像之前刚出道的时候，会两个人一组拍你，就拍完了之后，然后再去看哪个不好看，哪个角度好看。那会训练你们如何接受采访吗？我刚刚想问采访如何接受采访，这个有训练吗？就是当你的脑海里觉得这个该不该说的时候，不要说就可以。你看人家，我们都是这该不该说，要不说一下子。但训练采访的话，他也不会照说这个绝对不能说，然后说面对这样的问题要怎么什么那种。其实这个东西的话，没有谁教我们，就是我们同样可能自己在一起讨论，或者说当下的一个反应吧。因为脑海里想的东西表达出来就可以，然后有一些就是敏感的话题不要说出来，去转移话题就可以。也会遇到那种不太友善的采访问题吧？他们很少，团队都会拦得很死吧？对，很少，因为可以采访几乎都要提前去，没有那种今天可不一定啊。对，没有那种就是突然间就是冲出来那种问的，突然间冲出来倒没有，但比如说开记者会的时候，对，然后突然间他提问，你也不知道他要问啥。当下会有一些敏感的话题，他们一些记者或者说大众有一些问题的话会去问，那我们去做一回答就可以。那挺难的，有的时候还因为你像我们，比如说
你们路演不是更容易碰到这种情况吗？对呀，路演的时候。但我觉得对姐应该不成问题。不行啊，因为我说的多呀，百密必有一疏啊，弟呀，就是。比如说我们最近吧，比如说咱们作为艺人啊，就最近你或者你周围有一件什么比较那个啥不太好讨论的事儿哈，我们就会很害怕这种现场没有准备的这种提问，你也不知道他会问出什么。比较线下的那种。对，他会突然间你也不知道他要问啥。比如说你最近稍微有点什么舆情，对，不是，就是你最近稍微有点舆情，那他可能就会问到你，那咋办呀？也很紧张的，要这种，你像咱们这种路，你还可控，对不对？就怕线下突然人家举手就问了，或者人家没举手，人家就大喊出来了，你咋整？你是装没听见呢？你只能装没听见。对啊，只能装没听见。对啊，我说啊什么，对吧？那你会有这种很那个啥的问题。对，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对，包括你比如说路演的时候，你路演你去，人家比如说人家这个电影或者啥，人家不想宣传这个，或者人家想宣传什么，然后。那你哪知道人家观众要问啥呀？我以为那些会提前安排几个观众，不是，全都是临时的。对，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人家会问你出什么问题来。那有时候大脑那个转呢，都转冒烟了都。姐，你这大脑都不行，因为有一些确实不好回答，就容易转冒烟。你们就是回答的一定要风趣幽默吗？那种有内容？不会的，不会。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他就觉得我想要搞笑。那他说的某些话，他都想要带着搞笑的目的去输出。那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会搞笑的人。那我就把我想说的东西去传达出去就 OK 了。那不搞笑，那没办法。那你很有意思啊！我看你很多综艺，对呀，这是天生的吧？东北人自带。你可能也没有说特意要搞笑。对我只要特意去搞笑，我就不搞笑。对，是吧？我们都这样，我根本不行。像我就是比如说咱们想再使点那种，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对会那种，咱就不会了。我有几个成员，那真的特别幽默，他们就是很会聊天，然后很会把自己的经历的事情，然后去以很幽默的方式去表达出来。我就不行，我必须得。就是我不能去想我要搞笑，我就正常聊着，他们就觉得可能会觉得挺有意思。对，他们随机游戏要吗？啊，要游戏哦，对，我就特别不擅长这种 Q 一下是吧？来，王老师 Q 一个。就说你们团经常玩，我咋知道？我俩也不擅长，你没发现我们聊半天跟板一点关系没有？对我俩也不擅长这个。真的会玩吗？会啊，我们成员们在一起的话，就是喝酒的时候会玩一些。你们可以喝酒吗？可以啊，可以公开讨论。但我最近不喝。我最近因为实在巡演啥的累啊，这个体力有点跟不上。巡完还上哪儿巡呢？现在就是美巡10场结束，然后现在要准备日本的10场巡演。我一巡就10场了。韩国也4场。然后结束3场应该结束了已经，然后还有一些亚洲一些场也要巡。我的妈呀！1年差不多能演30次左右吧，反正全世界各地的演。那很多很多很多。我想刚刚讲就是你会忘吗？比如说跳多了，这么演还忘？我感觉多了就会呀。多的话，你脑子里就会有空白，然后。就是你突然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但是你的身体在动。对，就是肌肉记忆吗？对，会有这样。但如果这出期间一旦身体生病了咋办？就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能撑就撑，实在撑不住的话，那当然身体要紧，就会，比如说有成员突然高烧，那一定会去休息的。像一些小病呀啥的，就是都会正常去。那就真是没招啊。那我觉得其实对身体的要求很高，很高。要不都是年轻人干的。呐。所以对，这就是要身体健康，真的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第一位。你只有身体健康了，你才可以。那你采取啥措施吗？在身体健康这块，吃点保健品呐，啥的这种。我的话，首先每天都吃维他命，然后有时间最重要我就是运动。对，还运动？你需要运动？它不一样，因为舞蹈它是消耗你的身体，它会让你的身体的平衡越来越不好。啊？为啥呀？因为你跳舞的用力它不是平衡的，它会让你的比如说膝盖呀、脚呀，对，
会使用你的关节，跟做家务似的。也对，因为我做家务能做到那个程度的话，不是，我这个类比有点问题。就是我之前听那个就是那种老师，他就说你运动是在训练你的身体，但你做家务是在使用你的身体。对，虽然都累，但它不一样。对，所以跳舞也是。所以跳舞真的是属于让你的身体会越来越不好，所以就要做一些康复。像我的话，我要做一些康复的训练。然后比我身体更强壮的一些成员的话，他们就是健身，让自己变得更强壮、更有体力。康复训练。对我的话，就是永远到不了做健身的那个环节，因为刚要健身一阵子，然后就又因为很忙碌的行程，又把身体搞垮的时候，又要做康复训练，然后身体刚好一点，然后去健身，又开始这样学。康复训练咋训呢？就是普拉提或者是一些那叫啥排毒的那种，就是或者是什么正骨呀、针灸倒不做，但正骨或者说理疗对都会做。然后现在觉不够睡的话，其实主要就是睡觉，因为睡觉太重要了。代谢，多吃多睡多运动，太好了，你还能多吃。因为很多人他不，但你其实吃的多吗？我觉得其实吃的不多，那一定不多呀。我必须得吃碳水，是吗？就是大米饭我才能吃。是啊，这盒饭你不吃点大米饭，那别的面条啥的一般。面条也喜欢，特别喜欢吃兰州炒面。那你在那边也有啊？就是中国人开的呗。对，中国街，但最近就不敢去了，因为经常去。你还去啥？你正好火了，你咋去啊？这不对呀。也不太好去。我有时在想啊，你说韩国，我不知道它城市大不大，明星真的很多，但是你说走在街上，那碰到明星的概率是不是比中国要高一些？对吧？我也不咋出去，就是你们在街上遇见过吗？我会经常，其他艺人我会经常遇见，就是在街上，本来也不是为了去，就是在路上偶然遇见的。路上偶然倒不多，但比如说去一些去购物呀，因为就是比较适合购物的地点只有那几个地方嘛，所以在那种地方的话，经常会能遇见。那还是比咱们这容易，高率要多。还好，我觉得都差不多，就取决你愿不愿意出去。那像这种，如果遇到了认出来要打招呼吗？你不熟就不用打，如果见过几次面的话就打招呼，其实差不多。但不是听说他们就是那种吗？我也不知道，就是那种吗？就是高那个辈分。对前辈嘛。其实我一般都会打招呼吧。同公司的起码我觉得，就他们见着你都得。不是，我是给人家。一开始我们不还有个团嘛？之前就是师兄我们的，然后就不管是任何活动碰到了，只要是在一个活动上，就得去跟人家打招呼啊，过去。对啊，结果发现谁都尴尬，他们也尴尬，我们也尴尬。其实是的，对，怎么我们仨小声了？其实是的，其实会有点。后来就不的了，我也经历过一些，不知道咋说好。但你在飞机上遇见，你会跟人打招呼吗？不会打招呼。如果说你不认识他，咱俩没见过的话，就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啊，你会打招呼吗？那应该不打吧？就他也认识你，那你俩不认识？那我觉得点个头是可以的。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啊，有可能艺人朋友们他当时就是没有做妆发，然后他就是打扮的比较严实，但是你一看他就是一位艺人朋友。对，那都是，但你不知道他是谁。对啊。然后有可能在前面就那么点空间，就坐在比方就坐那儿，然后你就要想，你说他是谁？如果是认识的人要不要打个招呼？要不要太奇怪了？但如果是不认识的人，我去跟他打招呼，万一不认识呢？就是会遇到这样情况，很两难。完了有时候就会问全姐，我说旁边那位是谁？全姐说我也不知道。那你问他白问。那我们会在上微博搜接机呀、机场啊谁呀，你一旦起飞了就不行了，就是你得。对呀，你在上飞起飞之前，你肯定知道你这飞机上有一个艺人啊，那你就会查一查，看看是谁呀。我感觉我插入不到你们的话题中。为啥呢？因为你也不在，你是不咋老飞这么飞，就是
认不认识打就打个招呼呗。你那是你比较开朗，我俩这都打个招呼的，这挺大心理。不是，我也内向。那你能打招呼？就是你不需要干嘛，你就。那得是你俩眼神正好对上。那你不会？那不对上为什么要打招呼？那不对上，不对上赢。哎，没必要。不对上了，就是你看见他了，他也。那你不会觉得他也不知道，万一你俩互相不认识，完了也不会。没事啊，那不认识那就不认识，那总比他认识我没有跟他打招呼要强。也是，下把我见人我就打招呼。哦，没事啊，你说大家就算是不是艺人，我觉得对啊，四目相对了也点个头。他只要不是带目的性去靠近你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去打招呼。你看，其实但也可以不打。你就装呗，你上车你就对，就取决于你。你上飞机你就装困，你上飞机你就把眼罩一戴，谁也不带跟你打招呼的。耳机戴上，完了为了表示在放歌还律动，自己戴。眼罩一戴，耳机一戴，他认出你，他认识你，他都不好意思跟你说话，哪怕就是挨着他也不能跟你说话。我估计。你们平时都在北京？在北京。忙吗？忙。我不咋忙。我往哪跑？那现在还作曲、写歌。你不是要发新歌了吗？这已经发了，对，这个节目应该出来，已经发了。快介绍介绍，大肆介绍一下。个人的。对，这一次中国的一个 EP 的一个专辑，你自己的？对，自己的，然后有3首歌。也算是我在寻找自己音乐的风格中，目前觉得日后想要去突破的一个风格吧。对，就是比较 chill 一点，然后比较年轻一点，然后也可以把我的一些情绪放入到歌曲里面。你自己写的吗？对，我这一次的话是有跟一些认识的朋友，然后一起去做的。对，有舞蹈吗？也有一首歌主打歌是有舞蹈，然后剩下2首的话就只是音乐。对，有参与创作，但是需要身边的一些朋友的帮助才可以完成的。我自己的话是完成不了。大概是，也不现在也听不了，反正可以听啊，可以听，可以听吗？可以听，可以连。行啊，哎呀，还可以听，我还想着说给我们大概是啥，这个能连吗？这个应该能吧？那个，我还能放呢。可以啊。哪个声出来的？我从那边出来的呢。是他吗？那就拿这个放。行。现在这一首歌主打吧。这个名字叫《轨道》。轨道就是不是那个，不是那个轨道，卫星的轨道。它是 dance hall 的一个种类，就是非洲的那种古典。哦，很适合走秀这个。啊，对，一股时尚气息感觉。这是舞蹈的，对，这是舞蹈。你像这种情况，其实我俩很尴尬，因为我们有点想律动，但是不知道打动，打动就动就可以了。不是，这我俩比较僵硬，对，我俩浑身上下只有脖子能动，我俩也想就是动一动。就像在夜店，比如说有时候有音乐，你像这种，我们应该怎么动啊？你就跟着节奏感受可以不动，可以不动，不要不但是也想动。这种律动的话，其实没有任何标准，你就是沉寂在这样的古典中。但我们俩会有那种律动羞耻。对，你们俩互相不看对方，我觉得就不会有那个羞耻。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咋动，我的身体很僵硬，好多时候需要动。
包括你自己要出去玩，你也希望说，你包括人家随着音乐蹦迪，动一动，我都不知道往哪咋蹦。那我觉得这一次就可以听着我这首歌在家里自己，因为它不是那种大的律动，它就是很小。更难，我跟你说，你还不如就嗨的，我俩还能讲嗨。对，就难，我俩这个。你说还有一首更需要跳舞的，那个的话，你来感受一下，我们感受就是那种是正经、更简单的哦，挺简单的这首歌，我觉得。但是有的人就是能很自然的摆动自己的身体。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心态的。它需要你训练吗？比如说你有舞蹈训练？不需要，你就听歌，让你自己动了。你像往前大呀！我因为张起来来，这放松，然后鼓点。对，稍微。我发现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你得觉得自己动是好看的。对，就是你不要看别人的想法，不要在乎，你自己觉得这音乐。那比如说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在夜店先拿回一杯酒。行，来一人拿一个，我拿这个吧，我拿个吃的。现在是个晚宴啊，现在是一个晚宴，然后就是就是很多时尚界的人在这里，然后有人表演。首先，不用在意别人，有音乐有鼓点是吧？这就很难做到。那你行，好，不在意别人。那好，但咱们仨是在一起的，现在你不得不在意别人，因为我们仨在一起。那我们在意我们对方。行，那我们就。我就有点羞耻了。哇，还有这种哇！我一到这种地方我就完蛋了，我想找个地方扶一。然后呢？没有，然后就有没有固定动作？我俩以后可以用。固定动作？哎，对，我俩就是大就照这个做就行。好，首先 up down，对，稍微加点腿，最简单啊。那我从最基础开始，腿小一点啊，腿大，然后加上这个就这个挺不用这样，就是很小，然后加上头。哎呀，再教教你们，放再来一起。哎，有点像喘不上来气儿了，我想。再来一起。插兜了，插兜了。再找个感觉，就是手越少越好，就。然后呢，听音乐，要鼓点。OK。我们俩慢慢在一起就很难。然后稍微脚也可以动一下。哦。然后走两步。哎呀，走两步不行了，走两步不行。没事，先走，先不用管，先走。有点顺拐了。没事，就咱仨人嘛，没。来，我们走来走去啊。对，这样。有点事儿干比没事干强。然后把手打出来。什么玩意儿？这是干啥？没关系。放松，不要看他眼神。我不看你。放弃吧，我觉得。那放弃吧。非得律动吗？你这样的吧，这个慢摇可能不适合咱俩，这种快点的那种，猛蹦那种。猛蹦也很难。但其实最近大家比较想要这种律，对，没那么稍微从容一点的啊。对，像以前的话就是很那种那种的，但现在在这种当下的话，很多地方都开始就只是一种律动，然后慢慢在音乐中享受自己。确实有点累。但你有时候不得不啊，你像我们参加节目，有同场演出的嘉宾，他可能他风格是那样的，你在台下你需要也想要加入这个氛围当中，或者给他一些回应，但是就是你需要这样，就那种很难。我也能就喊呗，哇，好帅这种。我觉得你们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开，我们就是不对于自己的形体不自信，就是没有放开。其实就是音乐和舞蹈这种东西根本不需要
但我们会觉得那样自己不好看，就是我们做这个别人不会在意你好不好看，那倒是了，但我们自己就是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要慢慢的去被这种音乐或者这种文化去潜移默化的在这种氛围里面的话，其实不需要喝点酒行，喝点酒可以，就放松了。那你不能老喝酒，你不然现在老要自己要点脸儿，一展现我就要是美的，那你不美就不美，你喝点酒可以完成这种。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找好自己的节奏，你也可以不动，你也可以拘谨，你也可以随着音乐去动，就是在有音乐的时候，你总要去有一个点去投入进去，或者享受在里面嘛。但现场如果是看你们演唱会的底下的粉丝歌迷啥的，他们都会很崩吗？他们会按照音乐，但是其实每个地区的状态其实不太一样。像美国巡演美巡的时候，大家就会按照，其实就会很嗨，会很热情，会跟你们一起跳你们那种舞蹈是吧？真的会，对，而且他们真的很可爱，就是比如说像喜欢我的粉丝，因为知道我比较喜欢青蛙的一个卡通形象嘛，安全青蛙哦，他们就会穿着那种穿成青蛙，对，穿成青蛙的那种，是那种蛙吗？是可爱的青蛙，可爱的，或者说曾经我的某一个演出的服装，或者说某一个综艺里面的服装，他 cos 你，对，他 cos 我，然后来现场一看就知道，那你是不是一眼就能发现？对啊，一看就知道是为我而来的。青蛙确实很容易发现，对，然后也会跟着音乐，然后去跳舞。但我感觉这几年的舞比我们年轻时候那其实看的要难一些，不简单。我们的舞蹈不简单，而且我们你那个我们13个人还要对呀，还要走位，完了还要去换位置啥的。妈呀！但13个人没有一起唱歌的时候吧？合唱吗？对，就哪怕是副歌或者啥的，有很少，那种的话几乎没有，因为太多了人。对，几乎没有。那一排舞，那你们一个舞大概得练多长时间？现在的话，我们3天就可以把一个舞蹈都可以完整的做好。其实你要让我们1天学的话，1天也能学下来，只不过说我们1天，比如说2个小时学第一段，第2天再2个小时学第2段，第3天所有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把整个舞蹈呈现出来，就大概这样。3天啊？对，3天的话，现在就可以完整的把一个舞台呈现出来。如果一个舞台老没演，会忘吗？会啊，我就是经常会忘的那个人。忘走位吗？还是啥都忘？那咋整啊？在学嘛，因为你身体是有肌肉记忆的，就是你当时你可能完全想不起来是什么动作，但是你只要学1遍2遍，它就会立刻回来。那你们在台上会有，就比如说走错了那种？会啊。那咋整啊？我就是哭，没有在台上哭，就其实很搞笑。就比如说大家一起在跳舞，突然有个人错了，或者说他跳下一段了啥？只有错的人会有一点点尴尬，但别的成员会觉得哇，好有意思呀，错了，但也不会挨批评吗？不会。哎，就舞台的，只要上舞台，大家就是尽量的去享受舞台。然后平时私下练习的时候，如果说经常错的话，可能会别老错了，就会说这样的要集中注意啊这样的话，但也不会发脾气。因为有的舞台，它每个舞台装置不一样，你还要根据它那装置对呀，也有升降有啥的，可能完大小也不一样，是吧？对啊，每个舞台其实都要去重新排练。但我觉得这每个行业可能都差不多。我感觉你们这个难，肯定不简单，但是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嘛，一定要做好的工作，其实还 OK。算你按摩，算你日常保健的一部分吗？会，我只要回去就会去做，主要是按全身按。不就是你每一次你都疼痛的地方不一样，或者说像我的话，经常这个右边的肩，然后还有腿用的会比较过度，然后就一定要把肌肉给松开。这样的话你再去做康复或者是去健身的时候才会。不会是来了吧？你说按摩吗？来啦！您好。哎妈，你好，请，妈来了。行，师傅，您好，请进。哎呀，我给你们叫了。我的妈呀，这是挺有劲儿，瞅着师傅。
你们好，这是一个，你们是专上门那种哈？对，每个人都可以叫的那种是吗？可以呀。哦，请进，请进，请进。我们这个床放到哪里比较合适？床的话，那么就放在这儿，或这儿。这个位置行。行，一定要用床吗？我先放一下。行，你先放一下吧。这个其实要看您的意思，您几位是颈肩不舒服呀，或者腰部不舒服呀？我是想给你们嘛。给我俩呀？对啊，你们俩有那个。我有一些地方不太舒服。我也是挺多地方，但是我们能坐着完成吗？可以，没问题。行不？如果是腰不舒服呢，可以趴着；如果是颈肩呢，咱们就可以坐着做。我就坐着就行。我也颈肩。对，这就非常不舒服。对，那来呗，咱们坐到哪比较合适？这行不？这硬凳行不？没问题。那来吧。这个，哎呦，我们能不能先洗个手？那您洗。这个位置哈。准备好了。好拍吗？那盘？我一点儿不吃劲儿。是吗？我会疯狂的喊叫。哇，来过这么多人吗？对。哇，这每一个都是一期吗？对。啊？这么多期吗？我们100多期了。有的是一期有2、3张。我们把包放在您随意，当自己家一样吧，是吧？然后我是那个筋膜刀康复师啊，你是筋膜刀的，对，筋膜刀我不咋敢整，它很疼。筋膜刀太疼了。不会疼，稍微有一点疼，也不会很疼，没事儿。这个力度大小都可以控制。你来2下吧，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你这不学演完需要摁一摁不？我是中医推拿师。啊，好，您好。那这怎么摁？啊？就你坐这儿给你摁，我也不知道咋摁呢。你没整过呀？你不整过吗？我这是就这样。中医推拿应该会做过吧？做过，是不是？但是坐着能推吗？还是颈肩没问题啊？颈肩如果是腰呢、臀呢、腿咱们可以趴着。那就不用了。好，腰可能趴着就。我给您说一下啊，如果筋膜刀的情况下，假如是你肩膀，就是说得放点精油，然后它得是贴着身体，对，贴肉做的。对，那不太方便了，你也贴不了肉。贴肉是不太方便了，我们这节目它有点尺度，要求也。那就做中医推拿，那就做中医推拿也可以。您也会是不是？对，好。我是腰有点疼，但是你们先来，咋的呢？没事，你们先来，我先来，你先来。整的真是这不是享受吗？可以，这个靠到靠背上完全没问题。我有点紧张。哎，紧张啥？我怕疼。我可以手下轻一点。稍微轻点。我动一下头发。能动吗？行，那你坐，没事。我经常做，我给你们叫来的。我其实也老做。是吗？你们慢慢做啊。哎呀，是挺舒服哎。重吗？不重，好。我的妈呀，哇，好疼啊！您这个上斜方稍微有点紧和厚。是，我的妈！哎呦，这是个重点。坐那儿了，你得来呀！没事，我让给你们享受一下，你得坐，给你们健康一下。哎呦我，相对来说右肩这个地方会比左肩更痛一点，是吗？哎呦我的妈呀，挺疼。稍微轻一点。但能忍。你是那种需要，我等一下，我想跟你聊天，但我现在已经，哎呀。我们一般说现在的人哪块有问题的比较多呀？一般情况下就是肩颈比较多，肩颈跟这个腰比较常见。然后你们一下手就能捏出来它哪块有问题。对，像您的这一块哈，就比较有点粘连，偏舒适还是比较痛？还行，还不错，还行啊，有点僵硬，你看咯噔咯噔的吧。对，我们正常情况下呢，就是比较柔软的。你来感受一下，因为你来感受。哇！我轻点。不是挺舒服，哇！妈呀！长期的会堆积一些乳酸，肩袖充血会比较明显，有点酸痛。我轻点。肩袖可能与平常抬肩比较多，确实很酸痛哈。把血液往回流，循环这种。我这手法真可以，你感受一下啊，真行。哇！有可能会往手臂上走窜的麻，对，一般到哪？过肘还是到手腕？到胳膊肘。胳膊肘还行。不是，他可能是某次健身的时候抻住了，就这里头有一条筋似的。妈呀，但现在好一些了，因为好几个月了。
这里相对来说会酸痛感比较集中哈。皮跟肉是贴起来的，像你这看有点，你看咕吱咕吱的这种，有点淤肿啊？是吗？不用，挺好。特别酸胀哈。走窜麻。还行，哎呀，真不错。哎呦，谢谢。那另一种做筋膜刀的是什么症？就是可以瘦身塑形的。哦，是吗？对，像有的我们锻炼完之后，或者长期劳累之后，这腿就有点发肿。啊，筋膜刀做完之后，就很快就是纤体塑形了，但是非常痛苦吧？啊，不会，对，它是做的是筋膜层。哇，我会松一松脖子，稍微一松哈。行，让我浩哥感受一下。好，马上。好几个面，不会说特别疼。哎呦我，行，应该是偏舒适的酸。行，对，行，差不多，老师。好，哎，快来感受一下，相当不错。感受一番。紧张了呢，感觉相当可以，很舒服。我是这边比较好的，我摸一下啊，听见这个声音了是吗？比较劳损的这个嘎巴的声音。没事，疼就喊啊。您比刚刚的美女，您比刚刚的美女要劳损严重的，对，劳损严重的明显一些。一般就是我们整个斜方肌呢，就是一劳累的时候，肩膀跟颈椎同时都得劳累啊。对，对。我再做一下这个肩袖啊，可能会比刚刚做的地方酸痛感更明显。感受，用正常的力量做哈。对，来，太重了和我说。这个小乌龟好孤单呀。对，充血很明显的。感觉这位老师做的明显还是痛苦一些，你看没有？我们点一下肩颈穴啊，激发斗志了，赶紧给我点穴。这平时这个运动量大不大呀？一般的。热热。不咋大。对，包括后面肩膀，做动作，对呀。哇，你真的好呀，真的很厉害。是吗？对，因为我经常按摩，所以一摁就知道，一打手就知道有没有。一打手知道有没有。稍微改一下。轻点。这地方是痛还是麻？痛，没有麻是不是？对，没有麻。差不多了，咱们。谢谢。好了，谢谢。再去往后仰头。哎，谢谢。跟我太阳穴顶吗？行，好，你现在活动一下，看好一些吗？还是那样，可以。谢谢。完事了，你摁完了？我这汗都下来了。哇哦。绑住了。OK。Yes。好了。解乏吧？非常解乏，也都出痧了。双手抱住后脑勺，你摁出痧了都。双手抱住后脑勺，这个位置是不？有点。双手十指交叉抱住后脑勺，是因为他皮肤太嫩了。对，来放松啊，稍微开肩。老师在杀红眼。5、4、3、2、1，好，好舒服呀！哎呀，太好了！时间允许，还想再一个。哎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辛苦了，厉害了，辛苦两位老师了。哇哦，谢谢啊，这床没用上，感谢，非常没事。真不错，我老长时间没摁过了都。我老摁。是啊。我家甚至就有一个按摩手。真的。回家里啊。啊。完让人上门摁吧。对呀，请他上门来了。哦。咱现在可以吃饭吧？咋样？疼不疼？可以哦，非常疼，但是已经比你之前那个疼吗？我感觉你越感觉疼，它越来劲，你知道吗？感觉就是这种嘛。而且就是他好像特别喜欢听到你喊，你只要一喊，就是他使更大劲儿。对，我要看你这憋着不喊，老师寻思那我这劲儿没给你使到位。你的饭到了吧？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老好吃了，拿小碗给分一下。
这是一个吃饭的节目吗？他可以吃饭聊天，可以喝酒吗？可以喝啊，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对，有时候还得做饭啊，是吗？现在就不做了。因为我有看过很多片段，一些比较出彩的片段。哦，那些带点那些个。但感觉一般出彩的片段都是以感情为主的。对对，大家都还爱讲，好讲。一到这儿，你把这些挪。那你们不方便讲吗？肯定的，我问都不敢问，好吗？应该是不方便讲。肯定是啊，爱豆啊。那可以问一问理想型啥的吧？肯定是不能了，你别琢磨了。理想的房型，能问一问。理想的车型，拿个大勺把那个。我拿了。行。不用洗吧？不用洗。哦，应该很干净。你要是不用洗，你就不用洗。我觉得不用洗。要看你。啊，但这种盒饭其实要扣在啊，和在一起。也稍微优雅一点，省得。哎呀，是东北人呀，都是东北人。那么这个土豆、茄子，挺好吃，你就吃吧。行。哎，我这瞅着就挺好吃。这我在家自己都做了好几回了。你能复刻出来这味儿吗？我放的油没有它多，但是基本上是这样，很好吃。哎呀，这酸菜真不错，看着。有油的酸菜真的好久没有看见。对呀，他家不错。尝尝啊！我吃完饭没多久，刚吃完呢。一点吃。吃点是点。确实不错。鱼香肉丝，牛肉段，蒜苔，软炸里脊，干豆咋样？可以，但是感觉就是太干净了。对，这我说的干净不是食材脏不干，就是需要再混在一起，然后那种混的那种感觉更好吃。和在一起，就是饭和菜都在一个盘里的。小的时候荤油拌。哎呀，你小的时候还荤油呢？对啊，就是茄子，然后土豆荤油，放点酱油，拌完之后，然后再放点生葱。哎呀，老下饭了。猪油啊！我真的偶尔在韩国我会想到这口，然后我会自己做。这个其实做吧不难做，但是很好吃。好吃啊，好好吃啊。我其实早上吃饭了。他1点钟才吃，才4个小时。那你没事，你运动量大呀。对呀。今天没有运动啊。我天天哪都没有。没事。但其实公司不会管你们胖瘦的人。其实我们已经出道9年多了，更多的是靠我们的自觉性。因为公司现在其实干预我们的不是很多，因为已经在这行业做了9年了嘛。其实很长了。以偶像这个职业的话，年龄对你来说是一件会考虑的问题吗？不，我觉得年龄唯一带给我的就是身体不如以前。虽然我现在还小，但是身体用的太多了，只有这方面我觉得不如以前。但是不会因为年龄然后觉得啊，我是不是我要做偶像了？不会有这样，反而我觉得每一个阶段我都是有变化的，我都有不同的感悟或者是成长。那我就把当下的东西去分享给喜欢我的人，他们也可以感受得到。如果他们感受不到我给予他们的能量的话，那他们自然就会离我远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去吸取养分，然后成长成参天大树，慢慢成长。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被大家误解的事情？误解的事情，就想一想也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会尽量把自己真诚的一面、真实的一面去展现给他们，所以其实在我的认知里没有特别大的误差。对，因为9年很长了，对，都展露了，反正而且真的是一个不断去磨练的一个过程。可能一开始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去走什么样的方向，你就是在走，然后慢慢觉得啊，我要成为这样的人，我要让他们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慢慢的给自己去
去做一个外壳，然后当这个外壳把我闷得死死的时候，我会慢慢的去，这不是我想要的，然后慢慢去把它去抛开，然后解开。所以现在我觉得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压力在这个上面，就已经做到比较和舞台上的自己跟生活中的自己比较舒适的。那其实挺难的。那有过程吗？对，经历了一个阵痛的过程嘛，当时。每个时期都有吧，因为我的艺名是 DH，就是我觉得 DH 是 DH， 名号是名号，我觉得他们俩，我要去切换角色，在舞台在粉丝面前我是 DH， 平时我是名号，然后呢，我会有一阵很讨厌这个艺人名号，然后慢慢从讨厌，然后接受，然后变成同一体。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慢慢的一个成长和变化的一个过程，自我妥协，这个过程就很痛苦，但过去了之后，其实就不会在这个节眼上再会有更多的这种但一开始分成2个角色是出于一种没有安全感吗？还是什么？可能太在意大家的眼光和看法，就是这个 DA 可能是他喜欢的名号，他喜欢的 DA， 他喜欢的 DA， 他喜欢的 DA， 所有大家的声音聚集在一起，然后变成了一个，就他很难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对，然后名号呢，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很自己，但后来慢慢觉得，这个伪装成的人也是你自己啊，你为什么要把他变成别人？然后就是慢慢这样，慢慢他俩就融为一体了嘛。对，现在我觉得就不会有任何的差别，就都一样。舞台上也会做自己，平时也会做自己。那还挺好，因为很多艺人他不管做了多久都区分得很开。有一些人是这样的，虽然我都很痛苦，虽然我做事的方式或者思考的东西啊，或者对待某一件事情可能一直都有变化，可能当下我会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又觉得我这样做好像也是可以的，这样的变化是一直有的，但不会自己否认自己。对，你们在电视上或者舞台上有就激动落泪的时刻吗？有呀，比如说表演的激过程动热泪。我们第一次在电视台打歌拿1位的时候，我没有哭，但是有很多成员就突然爆发。然后我最近哭在舞台上，是因为演唱会在结束的时候突然放家长的视频。哎呦，那完了，那娃娃就是让我们哭啊。对，这种就是属于就是想让你哭。对啊，还有一次。应该是去年在演唱会的时候，就是13个人一起，很卖力气的在跳舞，那一瞬间我就很想哭，就觉得，这就是青春，就是虽然大家一起做一件事，虽然说这种话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肉麻，但那一瞬间就觉得，哇，这就是青春嘛，就是已经在这个行业都8年，那个时候嘛，去年嘛，然后每个人都很累。然后每个人几乎都有小伤大伤都有，但是呢，却在舞台上，为了那些爱我们的人，在舞台上拼尽一切的，然后去把所有的能量，那种能量是你在练习的时候看不见的，练习的时候再怎么努力的跳，它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但是在舞台上，你突然觉得所有的成员全部都爆发的时候，就突然就很想哭，就在去年有一瞬间。就是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我感觉就是我看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觉得很值得一哭，因为就是人，好就10来个人站那块儿，然后又齐，就是那种感觉，而且是在为了同一个目标去，而且那种一营造。我们比赛的时候也老哭，对吧？你看你们我那阵老看你们哭，在那个谁淘汰了啥的，可哭了，可哭了。但我现在一想有点不可思议，但是那你再到那还是会哭。所以要你看那些参加哥哥姐姐，他们要是那舞台，对呀，你就是得在那个环境下，就很容易被氛围带动。
但是他们都住在，你们现在不住在一起吧？有人住在一起，曾经住过一起吗？对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13个人住在一起。玩这个我有你没有这种解压小游戏，那个时候都没时间玩哦，就是睡哦，睡练习睡练习。那你们就是会沟通感情呢？只在练习中？不，我们会现在的话，我们会有一个约定，1个月必须聚一次。但你们不是老在一块工作吗？但你工作是工作，你说的聚是那种休闲聚会那种，就是1个月必须有1个人请客，哦，然后大家一起来聚餐，哦，是必须要参加的聚会。但那天你们聚会的时候和你们平时工作在一块有什么区别？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多的交流，而且在工作上反而会有很多的摩擦，或者说误会，或者说对于某个时期对某件事，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需要某一个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把自己不舒服的点，或者觉得看到的地方，或者需要大家统一的点，我们需要做一个整合。它可能是很简单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能是很大的事情。就是因为你人多，而且你在一个行业做越来越久的话，会越来越有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需要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在一起，就是真正的去聊天。对，工作的时候太累了，根本没有办法去聊东西。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维持团体非常好的一个办法。那你比如说你回国工作了，那你会避开哦，就是会避开大家都没有行程的一天，然后再去聚。你们的行程大概多少%是大家所有人一起的？95%。那其实常见，因为我俩私下其实不怎么见。我们每天都见，我们差不多1年90%的时间是见面的，剩下10%是个人。你不会想说每天工作都要见，然后还要去吃饭？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以才设下的这个约定嘛，这个就是必须的，这个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有问题解决问题，没有问题大家就在一起好好的吃一顿饭，就是一个仪式，一个形式。它有可能是今天你们都演出了，完了演完出大家一起去吃一顿，也算这个月的一顿，也算，就是、但是必须要提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要吃聚会，就不是临时的，不是临时的。那除了这顿饭，你们在一起吃任何一顿饭吗？经常吃啊，比如说去巡演的时候，每天的演唱会结束，大家都会在酒店的一个房间，大家一起。那这一顿和平时那些顿的区别是啥？吃的贵一点，仪式感就是演唱会结束吃是为了吃而吃啊，那个是为了大家聚在一起，那个是为了大家继续聊天，去把大家的想法。那你们演唱会上那顿吃就不能聊天，是不是？也不是这顿就吃饱完睡觉了呗，大伙儿就闷头吃。我闷头吃。对呀，那一顿咱们今天就是聚会，咱们就可以不吃，就纯聊天。对，应该也是对吧？因为人都是这些人，你如何定义说这顿饭咱们是吃饭，这顿饭咱们是聊天呢？不是，因为我们每13个人嘛，一个人1个月，所以差不多循环一次就1年嘛，所以就是1个月必须有一个人是主导的，那个人定在哪吃。或者说以什么主题去吃，就这顿饭会相对正式一些，必须是正式的。就比如说我来去组织吃饭的时候，我定的主题是狂飙的主题，所以大家怎么还有主题啊？就是一起玩嘛。知道啥是狂飙吗？我给他们看图片嘛。完大伙儿就大家全都是小西服、小皮夹克，戴个墨镜，戴大金表就来了。就是还有主题的，就是这个，就是看那个主办的那个人想要干嘛。那个人比如说想要去蒸桑拿，我们全都去蒸桑拿。然后那个人说，那我们今天就在谁家吃，那就在谁家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仪式感，一个仪式，每月一次呗。它有点像又有放松的那种感觉啊。但也有很多需要聊的一些正的事情啊。就是聊一点这种。那你狂飙主题那天适合聊这些吗？大家都打扮成那样。适合呀，也适合。就是它只是一个主题，它只是一个主题。吃饭的时候都摘下来也是吗？我估计吧，那也不能戴墨镜吃饭呢。你吃饭时候墨镜就摘了呗。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真的挺好的。你说都快要30岁的人了，还有一群大老爷们陪你这么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每一个人你都是愿意的，然后大家都会去配合。我觉得首先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是对团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影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聊很多
关于工作，然后关于当下的一些状态，然后每个成员的心理变化都不一样。比如说某个成员突然那段时间有不好的事情，心理或者就是特别敏感的时期，那样的话，如果不聊天的话，大家就会觉得他怎么这样，他怎么突然变了，然后慢慢就误会对方，就疏离了。但是如果他在那个聚会的时候跟大家说，我最近其实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希望大家可以理解。那日后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有一些不好的表现啊，他最近不开心，没事。哎，但其实压力很大。如果我有一个不好的事情，像如果是我俩的话，我可以跟他说。但如果我们是个主持群，你13个人，我每回就是我会觉得，那就不要公开讲一件那种好像宣布一件事似的。但不一样呀，你们俩不是要这一辈子一起走的人呀。不是，也有可能一起走了。那倒不是，确实不是了，是不是吧？对，确实不是了，没有误会哈。没有。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有必要说，没必要说，完全看个人。但我们是有同样的目标，而且我们是要一起去往前走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当一个人有不好的状态，我觉得确实是他需要表达出来，我们才可以理解，我觉得才可以去包容。是，但是他一宣布，对，跟10几个人说，就会有点。这13个人之间本身就亲密无间呗，那也是那么多人呢，他不能说因为亲密就变成1、2个人了，也还是可能对咱，因为他们一直都在一起。你想你就感觉那个感受都不一样。10几个人得坐多大一桌？你这么小，咱这小桌，我跟你说，哎，我最近咋地？就中国的大圆盘，就那样。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你这一大桌不会的，不，其实跟亲戚聚会，你想想那亲戚聚会，你会说你最近状态不好或者啥的吗？你想，我老公打我，这那的，能说吗？不一样呀，因为比如说一个很好的朋友，你们是10年的关系，你可以跟他说很多的话，就像是这样的朋友有12个。对，12个，那不就可以都可以说吗？你每个人单独的时候，单独聊天的时候，你都能说的时候，那13个人在一起不一样可以说。也确实我们生活中没有，因为我们没有这样这种朝夕相处的，这不又这么多年的朋友。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啊，这样属于既是一个小的社会，也是一个大的集体，所以在团体中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对相处的这种。哎呦，那你们会吵架吗？啊，经常吵呀！吵架对于我们来讲不是事儿，就是所以需要这样的聚会，然后让大家就是把不想就是这种吵完架的东西都说出来。一般会因为啥吵架呢？表演、生活？一般就是因为很小的事情都会吵，可能就是生活的小摩擦，就真的就小摩擦。就比如说剩了一块肉我吃了，他可能就不开心。就比如这种小的事情，明白。对，而且他们又那么累，压力又大，肯定容易有时候互相那个。然后这一件小事稍微有一点心里的不开心不爽，那又有某件事情又聚集就会容易那个，所以才需要1个月聚一次。会大家就一开始就说吗？还是你们逐渐形成的？就是在饭桌上。我们一开始其实关系还没有到这么好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老师有告诉我们，你们1个月聚一次，把误会都解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才养成这样的习惯，然后慢慢，就是这种像辈分呀，或者说这种东西就慢慢就没掉了，就慢慢变成了朋友与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才走到了今天。所以我觉得真的聊天是很重要的沟通方式，一定要讲出来。你憋在心里的话，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团员里应该也有那些不善于表达的人吧？有呀，但是都会表达出来，都会表达出来。那你说他真不表达出来的话，那也没有办法，那就是不知道了呗。也确实是，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恒常性，因为这几个人就是这几个人，对啊，不会因为什么事就变人或者是什么样，所以就是你相当于有一个你不会离你而去的东西。而且他们又是要一起工作，其实是利益共同体哟。对，这种就比较能张得开嘴，因为你势必很多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其实影响工作，就是你不表达出来的话，最痛苦的人是你自己。所以再怎么内向的人，他其实最后他也会去表达出来，而且我们整体也会引导大家都会把自己想要的话都讲出来。所以其实没有，
我个人得老哭啊，这一聚会啥的，我感觉也不至于吧？怎么那么多？不会，一个月一回就积累那么多情绪，不能吗？不能哭吗？我感觉我要是在这，我就会哭。当我对着12个人，我说我最近我觉得哪委屈到的时候，我就会哭。但我感觉男的们在一块很少有哭，我们不会。我对，但会有人哭了那种。就是喝点酒容易。我感觉你对我有点意见，我哇哇就哭了。我很容易这样。你有这样？我没有。谁对你有意见？我听。我从来不说。我也不说。就我从来。因为我们的那个对象没有恒长性。就是他可能你跟他吵完了，他就不是你的朋友。可能不吵他也不是你的朋友。不是，可能不吵这事儿过2天就过去了，因为没有一个我们没有一个组合说他必须得天天跟我在一块儿，我们必须得相互习惯。就是他如果我跟他吵架，他可以选择离开我，不跟我当朋友。然后这件事儿呢，我又觉得不至于到要拿我们的友谊或者关系作为代价，所以我们就会选择自己消化，是这样，然后积累成一个大隐患，完了或者是一些死能量在这里就拉倒了。但我觉得。虽然每个人他沟通的方式不一样，但我觉得那首先对于我来说，那样的朋友不是我的真朋友，因为我不想跟他再去有进一步的发展的关系。我觉得就是到此为止了。所以当我有这种不好的情绪或者说误会在心里的时候，我不想跟他聊的原因就是我没有什么跟你一直要走下去的理由。我是这么觉得的。你们这个还真挺珍贵的，因为这么多人一直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关系本身，你必须需要通过一些争吵呀，或者说一些意见，你需要有改变，你才会慢慢的让这个关系越走越好嘛。你说其实跟处对象有点像。对，其实是有点像。你包括跟你的父母也是一样的，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真诚的去把想要说的话说出来。你不光是吵还是什么，总之你说出来不是为了跟他不在一起嘛，是为了有更好的一个改变才说。如果你说完这些话他走了，那我觉得也要庆幸他根本不是你说父亲吗？比如朋友啥父亲？有点父亲不会走的，父亲不会走的。说的是父母突然走到了朋友这边。对，其实他就是拒绝跟你沟通。对，我都感觉最难的是父母，因为父母他听不懂，你也不能选择不跟他当父母，他不能当你的父母了。就没有任何办法。你是那种就是很能跟父母谈心，对，很能跟父母沟通的。对，我都可以讲出来。他们担心的比较多了，所以偶尔不说，就是不想让他们特别担心，或者说我所经历的可能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拿他们的经验来告诉我的，他们是一片好心，但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帮助。但是呢，我会选择去说。那你还是一个，但你们的亲子关系非常好。对，就你是能主动跟他们说自己的诉求和感受的。但我一般都是已经在解决之后再说，这样的话他们不管说什么我都可以很好的去吸收。你的父母是相对很了解你最近一段时间在干什么的？不能说完完全全的了解吧，我会去向他们告诉他们最近在干嘛的。你呢？你父母会？你妈尤其？父母都是看我的微博啥的。他会老给你打电话吗？最近干啥？我跟我爸妈从来不打电话，1年打不了一个。啊？他不给我打电话，就聊发微信。微信。对，没有电话这种沟通，就是最多发个语音消息。那还是在我妈喝多的情况下给我发点。你也不会主动跟她说我工作中或者感情上遇到某些困境。不会，他也不问我，反正我爸妈都不打电话也。没事就刷微博，我爸老去刷我微博什么的。会妈问你吗？这个对呀，我通过微博看看我在哪儿呢。我估计上微博搜我实可能也得看看我在哪呢。完了是忙啥呢？加入你的后援会。对，而且他们都有白姐还有刘老师他们，就我工作人员的微信他们都有，所以他们也通过他们的朋友圈看看我在干啥。没有那种你跟你父母会有那种长的沟通吗？我会视频通话。我会1个星期1次，最近忙的话就还真是很亲密的。最近在美国是因为时差的原因，昨天才打电话，昨天刚下飞机才打的电话，3周，就是最长了吧，差不多3周的话。那还真是挺，反正在我认识的人里面算就是很能跟父母正常的话就是1星期1次差不多。他家人去看过你的演唱会之类的，他们都来过呀，哭过。
我妈现在不哭，我妈现在刚开始会哭，但之前就是我们刚开到8000人演唱会的时候，差不多5年前了，6年前，然后来过一次，第一天就是一直在哭，他就觉得哇，我儿子他得多累，然后才能把这样的东西展现出来。第二天他才开始真正的去看演唱会，就是每出来一次，我妈就哭一次。虽然我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现在的话，我妈不会，她应该会挺以我为老看呐，就是1年能看1次吧。你会不会有压力？就父母坐在台下的？完全不会啊，反而我会啊，今年我也有让他们来日本的演唱会，然后去年在澳门也让他们来，反而我是觉得我去哪里演唱会，你们就提前来2天，然后在那边玩一下，也感受一下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感觉，所以我是想让他们去旅行的，所以我特别开心他们能来演唱会，他们能玩一圈。而且你的家庭给你带来的爱是很丰盈的，感受上啊，是我也是这么觉得。对，你感觉你跟你爸妈谁性格像吗？我跟我妈性格像，我妈就是属于那种有一点点小事就会扩大100个方式去想各种不好的结果。我很像，完全悲观主义。对，我是这种，完全悲观。是调整过来了吗？我是调整过来了，因为太累了，就是因为你要只在家乡里待着的话，可能可能面对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对，就是。但是对我在的这个环境，每天要面对的事情特别多，我每个事情都那么想的话，我会把自己逼疯，所以我就慢慢。就通过冥想的方式，你还冥想？我有学冥想，然后通过冥想的方式，才把这种悲观主义慢慢，其实现在也不能说是乐观吧，就我也不想去分，就不被它影响，对，不被它影响。哇，你真是一个很全面的人，就是你说你在跳舞之余了，学演还有是研究这个，哇，你好厉害呀，感觉你做事很高效，感觉。因为你毕竟时间那么有限，然后如此之全面。我的时间几乎我觉得都是按10分钟去判断，因为像在韩国那边，就真的是10分钟的差别。比如说1点半去皮肤科，3点去运动，运动完之后，然后怎么，就是会卡几分钟之内去。你不会还有那种什么1:07到什么2:14这种上厕所就是非常细微的时间？那倒不会，它是以5分钟为单位的，10分钟，10分钟还可以，10分钟也很那个啊。你想是多没有时间，才要把时间给这分解成这么多，然后去利用。这种方式塑造了你吗？就是塑造你目前对时间是那种非常严苛的吗？反而现在的话，我在休息的时候，我会不在乎时间，就是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就偶尔，然后什么都不做，不需要让自己变得充实，这一天要充实。对，就是你就躺在床上，然后想玩手机玩手机，想看电视看电视。没有任何负罪感，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每天的生活呀。我为什么好呀？过时间长了，你真是有点心虚。这种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他平时很忙碌，是，所以他有一天这样，他非常享受。多好呀！如果你天天这样，你就会心虚了。你说我为什么要这样？你说我好像一段时间了都没有在提升自己。对，我有一段时间，我大概休息了1个礼拜之后，然后我就开始产生了愧疚感。我说我没有学习。对，我也没健身，我也没学习。我感觉这段时间纯休息，没有学习，就是会有这个。我甚至连旅游或出去看看世界也没有，就在家看电视。但我觉得那也 OK 啊。你时间长了肯定不行。你呀，就是平时忙歇个2、3天，你觉得老好了。你老在家隔离7天，我每天我在家能干的事情可多了，从早到晚，全是事情可以做。但可能也就多说1个星期，也就1个礼拜，你就来吧。让你1个月你就不行了，不行，我要学习，我要开始提升自己了。自己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性格。那你还干啥呀？你平时娱乐活动是啥？我喜欢爬山，就是如果真休息的话，是那种登山还是攀岩啊？不攀岩，就是林间散步啊，能来来回回2、3个小时，多说4个小时的那种。啊，还是运动、露营啥的呢？露营不喜欢，我不喜欢麻烦的东西。
哦，但是我喜欢喝茶，喜欢茶道。我觉得茶道的茶道呢，茶道的这种繁琐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然后挑自己喜欢的。我发现你整的挺那个啥，挺禅的，又冥想又茶道啥的，我喜欢禅意啊，整的是这种感觉，就是哎呀，挺超脱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喜欢，想让自己静心，感觉这些。因为我从小就开始动嘛，从小武术，然后一直在很吵闹的环境下一直生长，所以当我做这个职业，然后有时间休息的时候，就会不想再动了，然后去往心里那。早上起来打太极，不打太极，打扫房间啊，打扫房间，整点茶道冥想。只要休息的话，我一定会喝茶。那你，自己会想找人说话吗？还是说你自己是非常 OK？哦，我会想要找人，但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就是我可以一个人吃饭，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吃饭吃的菜太单调了。对，所以咱们这好吃盒饭呢。一个人就能，说实话，点2个菜都会剩嘛。对。但是你2个人的话，你最少能点3个菜。对。所以我很喜欢跟别人一起吃午餐和晚餐。所以我一般休息的时候，午餐和晚餐我一定会找人吃，剩下的时间就是有自我就是升级的一些时间，然后自己休息的一些时间。对，我也是这样。因为我感觉世界上最适合我的就是自助盒饭，就是你可以吃很多菜，这种就很好。对，而且我觉得在休息的时候约人吃饭，就是你出去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就很好了，就比在家，就我个人啊。我就觉得，总之你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家里，那你吃饭的时间接触外面的世界，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治愈的事情。是我有时候会因为一天太长时间没有出门，觉得有点压力。为啥？我发现你怎么会因为这种事有压力啊？因为我在家里待的时间也太长了吧？待着呗，没人看着你。不是，我想说，那我应该出门走一走。那就出门走嘛。但我就想说，那我又得洗头。你戴帽子呗，没有准备好。你不见人呢，光自己走行不？也行。对呀，自己下楼走2步呗。对呀，那有啥压力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家是穿的是不能出门的衣服，那你穿能就换衣服，然后你就想说，那你这衣服可能就出来穿这一趟又脱了，那你是洗还是不洗？就很多这种事儿。我就会想想就算想想天也就黑了。其实你很适合找这种住的，你看看你家那块有没有朋友住得近的，比较好。我就适合住以前那种府，你知不知道？就一推开就是大马路，旁门。你最适合住就地方小区又大，走一圈就够你用的了。然后呢，这小区里又有很多熟人。我要去大马路，就出门就大马路。我需要有一些个那种商店。那你这行，出门大马路711，完了各种小吃部。太大了。我要从楼下走到门口，就走老远了。你住门口的楼呗？那不是跟府似的吗？我就适合住府。我以前看那知否啊啥的，就他们一整出门了，完就大街，完全是这种，就你一推开就是大街。但你这种知否的府，你从你自己住的到门也老远了。住个小点府呗。你适合像咱以前住推门就平房，对，平房，门市房呗，你推门就出门了，还搁那做点买卖。迎来送往的，你整小门市房得了，做点小买卖，出门就是。你适合住那种园区里头，出门了，完了都是这个小商店，应有尽有的，人来人往的。那我现在也出门也差了，主要天冷了。但你在那边，你就是反正你自己住。那边的话就自己一套生活体验。跟其他人住得近吗？都不是很远。但是休息的时候，就是成员的话，我的话，就偶尔晚上聚的时候，会叫1、2个，然后来我家就小酌一杯，不会特别的，对，就是大局啥的，大局几乎不去。但我印象当中那边的人也很爱喝酒，我真的很少参加酒局，所以不太去。那说明就没有那个。而且我去酒局，他让我喝，我也不想喝，我也不喝。可以不喝，我就不喝。那能咋的？一杯酒泼他脸上，那不至于，我就不能喝就不喝。他们也不劝酒，他有人劝，他劝我就
不听劝呗。就实在我明天有行程，我真的是扛不了，那我就不喝。所以我一般就是能不喝就不喝。但是我会很喜欢我喜欢的一些朋友，在很好的那种氛围下小酌一杯，我特别喜欢那样的感觉。那你们喝是喝什么？威士忌或者红酒，偶尔给他们喝那个中国茅台、中国白酒，他们很喜欢喝。那可不，谁会不喜欢呢？那玩意儿那挺贵的。对呀，那个，真是都喜欢。对呀，只要喜欢酒的人都喜欢。就很难说这个，对。就这个人哪怕不喝白酒，是茅台的喝的。我也是，我就抿两口。对呀。你的专辑是不是还没有给我呀？别搁饭桌上了，就有点油。我把我们这次回给的感谢，回专辑，谢谢。这是给毛血旺的。哎呦，谢谢！哎呀妈呀，还三种包装。这个行，对啊，这个我们3个珍藏在那个。打开，然后在这边。可以拆开吗？可以。哇，这是我们是写真吗？这一本就是专辑照嘛。哦，我这是在水底下拍的，就整个这都是啊。那水底下拍不得拍上来一次就重做妆发？不用，带着妆下水嘛。头发呢？那上面头发就是一直抓拍。你想抓拍10分钟，就给你放4张照片，他肯定是能抓到。你有在水底下的吗？我有。人太多，你找不出来我。哦。哎，我这本也有在水底下的吗？6张。哎，它每一本不一样。不一样，每一本的。我就说我这本哪有水底下的吗？哪有水底的？我说我这本咋没有呢？哦呦，哎呀，这个是啥呀？这是小卡，就是粉丝们。这个呢？这个呢？这个我也不知道。那这个呢？这是小卡嘛？它是每个里边有不同的不同的，然后他要想集齐我，他就得一直买。集齐你有几张啊？没有我现在这里。你那里有？就是说每个人有1张。对，这里也没有我。这里也没有，对吧？但这两个反正它目前没有重复的。对，就是很多版本啊。不是它齐了之后，它能对换个。你这玩意儿了，那你就是能把这些人都攒齐呀。就是他就开心。你没买，难道你没攒过水浒卡？所以我水浒卡能对，能对，他能兑换一个好的心情。对呀，那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跟粉丝们说，别买那么多了，你们自己印，又省对啊，自己能印了吗？他想买。我觉得要是我肯定想集齐呀。而且如果说我俩都是喜欢你的人，我比他先集齐，对呀，那就说明我更努力的去证明我对他们的爱，我更努力的在支持。就卖你们这样，我就是受众，所以我就跟我粉丝说，你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我想买到你的那个小卡呀，印不就好了吗？那印能一样？我自己印能有这个吗？就印自己印是盗版嘛？对呀。那能一样吗？就是互相还得卖，他那是盗版。能有这个吗？我拿的是盗版多快！一张纸嘛，比不齐还要。你这小设计啥的，我上哪能整出来去？搞得你们像推销卖专辑一样。呀，那我这本人都在这，都是不是？但我觉得要我就会想把大家都集齐啊。我喜欢你，我想买到你啊。确实不好集。买到你的小卡，对不起，我今天用词老不当。对啊，其实就是很感谢粉丝们。但也是，你说人家出小卡，人家愿意集，咱俩出小卡白付。对，咱俩出小卡谁集呀？这里是碟，出个小卡。这里是，打开吧。哎，这是盘是吗？看一下，感觉不完全是，应该里面还是照片之类的。有这种像贴纸似的东西，月份的。哎呀，还有不少东西。这啥呀？啊，这是海报。这个哦。好丰富的专辑呀！那你自己这次的 EP 也要出实体吗？我不出实体，我的话会，但是会出一个那个照片册，就不是，它不是实体专辑，那它是数字专辑。那照片册是单独出的？对，照片册是我想要给粉丝的一个礼物。哦，是这样。对，因为我觉得。虽然不能出这个
实体专嘛，但我还是希望可以纪念一下这一次的数字专辑。然后，我也对这一次的很多设计啊，还有服装非常的满意，所以希望可以让粉丝通过这个照片册也可以感受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和那个 EP 的音乐的感觉是对，跟 MV 里面的服装是一样的。哦，对，这次专辑都好用心啊，就是有很多，我们这两天正在设计，对，都是有很多那种小丝在里面的，是的，不像以前就是一个盘了，现在出了很多花样。对呀，行，那么我们就拍一张纪念，来，在里不？应该在吧？哎，你说那他常年在国外，国内的很多艺人朋友，他是不是不一定认识？我都不认识。这两位是谁？肯定不认识，我不知道。那两位他也不能，他根本不认识。这两位，不知道。那个我知道。还有汪苏泷，右边那位呢？不知道，感觉有点像那个德云社的。对对对，是德云社的，但我不知道是。肯定不咋熟悉，包括就是他回国参加活动，有时候就会有点儿。也还好，那介绍呗。你像咱搁国内你就都认识了，那倒是。有时候我也不认识。来张。你也不认识你？我认识。那边有你认识的吗？哪个你认识？我看你梁迪认识的。沈月。啊，沈月认识。在哪呢？沈月啊？我就在想他能认识谁吧，我在回忆海涛哥。对，今天有心动。对，心动信号。二手玫瑰。你还认？哎呦，你认识二手玫瑰？你别说，龙哥还有点本事。小沈阳还是东北小孩。我的天！哎，小沈阳出来的时候，你还在国内吧？在呀，那时候很小，他09年。我小时候，那我家乡小沈阳老火了，天天都是模仿小沈阳。我到家了，那个。我到家。沈月在这儿。我看看，我猜测一下，你能认识的啊？我过来一下子。这都认出来了。我看看，我猜一下，你能认识谁啊？关晓彤。想想还能认识谁？汪苏泷。对。迪哥。迪哥。王源。我得找那种你出国之前就已经在就是成名的博哥。已经很多，比我想象的多。已经很多不早了。对，这是蔡康永老师。康永哥老师。康永哥，我喜欢他讲话。也行，也认识不少呢。大爷，对，看过他好多电影。你看咱还是这倩姐。倩姐。挺多。